大家好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帮你送餐的外卖员竟然是从清华、北大、牛津一路读到博士的超级学霸，你会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点错平台了，或者这个世界是不是哪里出了错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不只让人傻眼，更让人沉思。原来那些你以为不会发生的，真的发生了。今年高考刚发榜，很多考生还在思考人生方向的当下，有一位中年的男子穿着美团的黄衫，戴着头盔，在街头奔波送外卖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拥有南洋理工博士学位，曾经担任新加坡国立研究员的丁远昭。这名39岁的男子，短短40秒的外送影片在网上疯传10几万次。他语气轻松地说，无论高考考得好不好，心态放平，大家以后的工作也差不多。这样一句话却让整个网络炸锅。但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？学霸外送员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这位老丁，网友们对他的昵称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，他从小就是学霸的模板。2004年以高分进入了清华大学念化学工程，本科一毕业又考入了北京大学能源与资源工程研究所继续深造。读完北大但还不满足，直接跳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又跑去英国牛津拿了个第2硕士学位，最后甚至还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当上了博士后研究员。说是天之骄子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但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履历为什么会变成外送小哥？他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？原来2024年3月，老丁的博士后合约到期，新加坡国大那一边通知不再续约，他发现整个研究团队一半的人都没有了下文。当时的大环境让他一下子从高处跌下低谷，他开始疯狂投简历，从学界到业界，从新加坡本地到海外。以前1个月就能够拿到 offer， 这回却投了几百封简历，连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最后他为了生活选择了加入熊猫快餐当外送员，每天工作11到12小时，日晒雨淋不含苦，每月大约赚3000新元，约人民币16000。有人说他是太跌份了，但他却说这是过度，为了养活自己，也是在贡献社会。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还是这只是面子话？1年过去，他回到了大中华地区，继续送外卖。不同的是，这次穿上了美团的制服，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学历是真的，他还特地晒出了清华的奖学金证书。但你以为他真的是躺平了吗？不，老丁其实一直在找机会。他说的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找到科研岗位，他随时愿意回去贡献。对于外送工作，他也说得非常的正面，流汗赚钱没什么丢脸，甚至告诉高考生，考得好跟不好，大家工作都差不多，送外卖是个好活儿。但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一切都这么坦然，那为什么这视频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？因为老丁的例子让太多人梦醒，高学历、名校背景不再是保证未来的入场券。看看那些数据，你就会更惊讶。根据美团研究院的数据，目前中国470万外送员当中，有近3.3万是硕士，32.4万是本科。这还只是官方的数据，实际的数字可能会更高。不止老丁，还有谁演过新韶11郎的演员清斌，41岁也当过外送员，还落泪说靠借钱过日子。加拿大博士、北大学士的袁哲也曾经骑车送餐。中国40大会第3季冠军雷海为夺冠当天还在送外卖。知名钢琴家滕妮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评委，也身兼外送员，还跟琴行老板打赌自己会弹琴。甚至有的外送员写编程、当主播、修电器，什么都有。
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读书有用吗这件事？先来看一个对比，李显龙，新加坡前总理，他曾经说过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大学，行行都能够出状元。而且他还提醒大家一句很重要的话 ：Don't spend all your time only studying。光读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光读书不等于人生成功。说他劝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。他认为孩子要有时间去玩、去探索、去发现、去发展自己的兴趣，因为真正的成长不只是考高分，而是学会面对世界的能力。那么老丁是不是太晚懂得这个道理了呢？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老丁的人生时间线。他从小学读到博士后，直到34岁才真正踏入职场，整整20年，他几乎都泡在学术象牙塔里面。这没什么错，但当世界变了，学历贬值，市场需求也变了的时候，他一时之间跟不上节奏。如果没有这些学历，他可能早已经在别的产业上面稳定下来，甚至创业成功。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一点？终身学习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、灵活转身的能力。那么这一切的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其实并不复杂，老丁并没有失败，他只是诚实的面对现实。学历让他有了选择的机会，但生活让他学会了低头。他从没有否定过学历的价值，只是他知道人生不该只有一条路。外送是他当下能够养活自己的方法，而科研学术依然是他热爱的方向。这一场外送学霸的风波，只是让他看到当今社会变化太快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得有第二个技能、备案方案，甚至低头的时候的尊严。老丁说得好，不偷不抢，凭本事吃饭，就没有什么可悲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体面跟勇气。人生哪怕你不是清华北大，也一样可以活得有声有色；哪怕你不是博士，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为一家人撑起一片天。这个世界不缺学历，缺的是坚持、转弯的能力和面对现实的时候依然不失尊严的笑容。古诗4句送给你：学成未必换黄金，满腹经纶也送寻。世路千回谁解意，一身汗水最堪亲。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最有共鸣的那一段。你认为学历还有用吗？或者你是否也曾经在人生的某一段路上跌进低谷，但不愿意放弃呢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加入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点击下方的感谢按钮来支持我们。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。阿峰祝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吉祥。